不是一个门槛，也不是一座山，我认为它是一堵墙，让你得往上撞，你得撞死，撞得头破血流，但是你还有勇气往上去。日本标准相当于建筑建材当中的天花板，国内工厂过来踩坑的最多的原因就是它只是当成了一个临时房屋。我们现在做的呢是适合日本国内做住宿的一个模块化的住宅，国内叫太空舱嘛，在制作过程和它所有的建筑材料上和中国国内同类的产品的话呢，差异还是比较大的。通过这2年多的时间做产品的这种认证的话，现在从过去的初始的1.0产品，现在提升到2.0。然后这个产品主要是把它变成能够量化生产的工业化产品。我们整个过程可能花费的周期会比较长一些，和同类中国产品最不同的地方，其实就是在主材料上、框架结构上。国内的产品的话呢，它是作为一个太空舱的这种文旅产品来做，而不是建筑物。而日本这边的话呢，只要你要做住宿用的产品，必须要符合日本国内的建筑规制法，而且要有消防法，用的建筑材料要符合日本的农林水产省和国土交通省的 GIS 和 CAS 规格。你所有内部用的胶涂料，包括你现在产品本身自己的这个建筑建材，也必须是符合日本国内这个 GIS 规格的。不但要求你质量好，而且要求生产这个产品的员工的身体状态要2年之内的体检表，证明这个员工在生产这个产品的时候呢没有生病。所以你这个产品才是叫做合规合法产品。如果同类产品拿到日本来放到海边，它还有一个这种耐腐蚀、防风的一些指数，都是需要计算完之后的话，由设计公司、由建筑公司，还有你的构造计算公司3方都要签章，才能把这个产品作为合规落地。我们做的叫轻钢结构的房屋啊，折旧率是35年。为什么有些中国公司拿过来的货物产品在日本没法落地呢？我们当初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和广东的一家公司有过合作，同时我们这个签订了他的这个代理销售的合同，也想帮他把这个产品在日本市场打开。通过8个月我们之间的这个互动，然后发现这个工厂它没有办法完成我们的要求，所有的里边的从一颗螺丝钉，然后到它里边铺设的这些产品的明细，我们在工厂采购阶段必须要再提交这些采购过程当中的细节的清单，这个在国内可能很多公司是做不到的。就是我买个螺丝钉，我还要告诉你螺丝钉从哪儿去采购的嘛，这是日本这个建筑设计事务所必须要求的。再一个，他们在这还和我们合作之前，有产品已经落地了日本，他们只能设置在日本的这种叫城市区域开发外，所以国内工厂过来踩坑的最多是原因就是它只是当成了一个临时房屋、临时空间，而不是把它当成建筑物来做。这些手续办起来非常繁琐吧？它不是一个门槛，也不是一座山，我认为它是一堵墙，就是让你得往上撞，你得撞死，撞得头破血流，但是你还有勇气往上去撞，你得撞的把这个墙撞开一个洞，你进去了之后，这个才能通关。这个手续不光是繁琐，是相当繁琐。我们这通过2年的时间，然后是一项一项的在刻，而且前期为了做这个产品的构造计算，东西都已经到日本了，我们找了有差不多27家设计事务所，都把我们拒绝了，不愿接这个单子。从东京我跑到了立木县，跑到了大分，跑到了大阪、福冈，每个地区找建筑事务所，因为没有这个产品，人家不接。日本不愿意干就是没有的东西，大家都会问有没有日语叫 Zenle， 中文翻译过来叫潜力。如果前面没有人干过从0到1的这个过程，很多设计师不想把自己的牌子砸掉，他害怕承担责任，所以后来我们通过这个朋友的介绍，我不停的去游说，然后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家曾经做集装箱房屋的设计事务所，我们把所有该去取得的一些资质的东西都一项一项的给他去确认好，然后每一步在往前推进过程当中，都让这个设计师帮我们去做一些工时上的一些物件呀、材料啊，包括我们自己在工厂内做连接的时候的一些配件的确定，所以一点一点往前去推进的。就这个时间，我们大概花了有接近1年的时间，然后最后终于他把他的这个1级建筑事务所的签章签好，同时我们还要搞定土地，就是在日本土地性质有13种，这个土地在落地的时候的话，你如果想作为建筑物，就是土地选址也很重要。还好万幸是我们有自己运营的酒店，在自己酒店的这个土地内做了一个增建项目，就是这个增建项目，光做土地用途变更以及增建手续更改的话，我们整整跑了8个月，最终我们拿到了建筑许可，才把我们的建筑物落地之后登记为这个第1台能够作为接待客户用酒店目的的这种太空舱。所以这个过程跑的这个艰辛，
只有干一遍的人才知道。很多国内来的客户说，哎，这还不简单吗？然后拿过来之后放在这儿，只要有块地摆在那儿就可以用了，那你是大错特错。这个不是你拿中国的产品落地你就可以做运营的。但是如果你是想到日本来做，和你本身业务不相关的话，一定要找像和我们一样比较有专业性的这种公司，而且是个团队。我其实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从0到1这个过程当中，真正能帮到你的人，并不是说一定要找到大公司，然后而是要找到和你一块儿能同频的建筑事务所、设计师，还有一个我们一起能够大家努力在这个方向上把它当成自己的使命和梦想的人一块儿来干这个事儿。我是坚定一个信念，就是把日本的这个模块化的住宅当成我们今后能够在日本市场能提供这个差异化住宿性、有附加价值住宿性的这个产品的一种自己的梦想吧，才能往前去推进这个产品才能拿出来。如果只是想作为投机去挣钱，我估计短期之内投资这个产品的话，想挣短平快的钱，还需要点时间。然后，但是我坚信这个东西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住宿体验，之后大家会认可的。